女子发间的饰品却暗藏玄机，半是绕指柔情，半是凛冽刀锋。它就是福州三条簪。发簪本为装饰，而三条簪更像匕首，它们分为2把副簪与1把主簪。三条簪多以银为原料，将银块融化后冷凝成细长的银条。主簪起到固定作用，2把副簪都可以随时抽出。参考博物馆中古董的样子，我想自己来打2把。与传统柔弱顺从的女性形象不同，福州女子用它在历史上写下了另一个模样：丁香结子芙蓉涛，不系明珠系宝刀。锤出刀柄的形状后，再来打制刀锋，用尖头锤打，使银片延展，再用平头锤打，使其平准均匀。最后打出剑脊，一支3条簪的刀劈就做好了。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把刀插在头上？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，也是一段沉默的历史。在古代，女子成年就要以簪束发，退簪便是对女子极严重的惩罚和羞辱。可是当北宋覆灭，国破家亡时，无数移民女子面对汹涌而来的侵害，甚至只能够拔簪自强。但总归有人在命如草芥的浮萍乱世中不甘抗争，最终随着衣冠南渡，纤柔灵动的步摇珠钗慢慢的变成了一把刀。相传明朝嘉靖年间，倭寇频繁入侵沿海、福州等地，面对胸腹丈夫的阵亡，女子纵使以簪为刃，同样以生命为代价，背负起了沉重的血背。须眉死尽群钗活，蛮迹依然晃剑光。可是战斗并没有因为惨烈的牺牲而结束，自此发里藏刀变成了旧时福州沿海女子的日常。这3根坚硬的金属簪子就是她们最贴身最后的武器。女子爱美，但她们也不愿将挽于发间的刀锋卸下，便在利刃上缀满了精美的花纹。刀锋对花颜，这是属于福州女子坚韧的美。绘制好线稿后，用火焰将松香软化，把簪子放在上面，轻轻按压，等到松香变硬，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支撑作用。先用刻刀錾刻出花纹的线条，再用平头锤将线条之外的部分锤打凹陷，这样花纹就会变得更加立体。中国人在追求极致上向来不怕麻烦，不仅是雕刻3条簪，就像国人自古就有把水烧开晾凉再饮用的习惯。这样一只形似冰刃的簪子，曾为福州女子挽起了一日劳作的发丝，也曾撑起他们头顶风雨飘摇的天。它是挑担行走时稳住步伐的根，也是面对侵害时无勇捍卫的刺。在那些海波翻涌、王朝更迭的宏大叙事中，普通百姓只是一盏盏微弱的烛火，清风便可覆灭。他们没有光环，甚至没有名字。好在有一柄刀簪见证了他们来过的痕迹，留下了一个刀锋与花颜的故事。如今在福州的博物馆里，这些簪子静卧在绒布上，灯光柔和，
再也照不出当年的血光。三条簪成了非遗名录里一个安静的名字。如今的我们早就不再需要藏着匕首防身，可那3根刀簪却从发间渗进了血脉。他们的发髻不高耸不华贵，却扎根于土地，指向天空。最透的江是那个能力大，可以爱对，来来爱安。